为何美国非要利用台湾来做文章？台湾对于我国究竟有多重要？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，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，由中国第一大岛台湾岛与兰屿、绿岛、钓鱼岛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组成。南北长约395千米，东西宽145千米，环岛海岸线长约1139千米，陆地总面积3.6万平方公里，在世界大岛中列第38位。台湾岛四面临海，资源丰富，自然环境优越，又称宝岛。东濒太平洋，东北接琉球群岛，通往日本本土；南靠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群岛接壤，西与福建省隔台湾海峡相望，北向东海。台湾地处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，是西太平洋海域的咽喉。西太平洋海域是紧邻中国的海区，它不仅是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的必经之路和海上作战的主要战场，也是中国对外交往和贸易往来的重要海上交通线之一。同时，西太平洋航线连接东南亚和东北亚，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，所以它也是世界海上航运中最繁忙的航线之一。特别是日本和韩国这两个美国的盟友，他们与欧洲和中东地区的经贸往来必须经过台湾海峡这条航线。每年通过的舰船有10万艘左右，其中日本和韩国的货运量就占了70%。因此，这条航线可以直接影响到东亚各国经济的发展，甚至关乎到他们的生死存亡。如果说中国的大陆岸线弯曲如弓，那么台湾即位于弓背要害之处。台湾既是我国大陆岸线的重要屏障，也是进入大洋深处最近的踏脚石，战略地位异常重要，所以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其中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竞争对手的美国，为了不与中国大陆正面冲突，不断地在台湾问题上给我国制造麻烦。众所周知，美国在太平洋设有3大岛链，主要是用来封锁和压制我国的战略谋划。3条岛链中，第一岛链最为重要，南起新加坡，北至日本九州岛，可分为南中北3段，长度约为5000公里。中段又是第一岛链中最关键的部分。中段最边缘的冲绳岛上常年驻扎着近10万的美军，而冲绳岛与我国台湾岛隔海相望，两岛之间仅隔335海里，几乎是近如咫尺。因此，美国开始频繁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，通过抛售武器等卑劣手段，妄图控制住台湾，让第一岛链发挥遏制我国的效果。然而，随着我国军事实力不断的发展，各种领域的武器装备均已达到世界最先进的行力，台湾空海域已经成了我国解放军例行巡视的任务之一了。而所谓的第一岛链，其实早已经名存实亡了。反观我国实现两岸统一后，不仅掌控着日韩两国的生命线，就连美国在亚太的整个战略布局都会发生重大改变。纵然美国不断在台湾问题上搅局，但是无论从政治、经济还是军事角度出发，两岸统一都是势在必行。只要涉及到领土和主权的问题，我国的原则始终是寸土必争，寸土不让。曾经属于我国第一岛屿的库页岛究竟是如何丢失的，还有可能收回吗？库页岛位于亚欧大陆东北部，东为鄂霍次克海，西通过监工海峡与大陆相望，南隔宗谷海峡与日本的北海道相邻，南北长达984公里，东西宽最宽处160公里，总面积7.64万平方公里，面积相当于2个台湾岛的大小。库页岛居高临下，左右逢源，以北是阿留申群岛，以南是北海道岛，以西则是远东大陆腹地，随时可以到达我国、俄罗斯、日本以及韩国等国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地。另外，库页岛资源丰富，丰富到令任何国家都会眼馋的地步。除了无数的煤矿、铁矿、金矿等矿物资源外，库页岛也是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唯一能出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地方。仅仅北部区域探明的石油储量就达到了70亿吨，这样的储量都赶上了我国最大的大庆油田了。根据统计，目前库页岛上开采的石油已经为俄罗斯带来了5000亿美元的利润。可笑的是，我国每年从俄罗斯购买的石油中，大部分都是产自库页岛地下油田。要知道，库页岛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我国直接或间接管辖的岛屿。早在西汉时，库页岛就被我国划入了版图之中。
元朝时，库页岛正式被中国政府管辖，岛上的原住民也开始接受政府的管制。到了明朝，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在岛上安排了驻兵。接着清军入关，库页岛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清朝版图的一部分。但由于清政府刚成立不久，库页岛上并没有设置行政机构，也没有在岛上驻军，因此陆续的有俄国人前往岛上狩猎并定居了下来。慢慢的，俄国人越来越多，几乎快赶上了岛内的原住民。即便如此，清政府依旧没有太过在意，这也导致了岛上不仅有俄国人，也陆续出现了日本人。随着岛上的外国人越来越多，岛内时常发生战争。最后，原住民也只能求助于清政府出面干涉，但可惜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是自顾不暇，根本没办法对库页岛进行实际管制。很快，俄国直接就派兵登上了库页岛，大肆屠杀岛上的原住民，驱赶任何在岛内居住的居民，其中也包括了日本人。随后设置了俄政府，开始对库页岛进行管理开发。其实日本人原本也是想侵占库页岛，但奈何实力上不如俄国，只能暂时退回日本本土。但日本对领土的渴望丝毫不比俄国差，趁着岛上俄国驻军减少，日军迅速登岛，占领了库页岛的最南端。随后，日俄两国开始讨论瓜分库页岛。直到1860年，沙俄利用清朝的衰落，逼迫使清政府签订了《爱魂条约》《北京条约》等不平等的条约，将黑龙江以北、乌苏里江以东，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共100多万公里的领土割让给了俄国。自此，库页岛在法理上和实际上都已经彻底的脱离了中国。虽然之后库页岛来来回回的也换了几次主，但最终都没能回归到我国的怀抱。目前库页岛隶属俄罗斯，是俄罗斯联邦最大的岛屿。岛上基本已经没有了原住民，生活在岛上的50万居民，大部分都是俄罗斯内地移民过来的。按照现在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局势来看，我国想收回库页岛基本很难实现。但以史为鉴，方可知兴替。祖国的领土被割裂掠夺，皆因国家和民族的衰落而引起，也必将因为国家和民族的兴起而重归。愿祖国越来越强大。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战争中，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都是极为重要的，所以才有了兵家必争之地的说法。那么中俄美三国中谁的地理位置是最好的呢？自苏联解体后，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强国。要知道，美国成立至今仅只有200多年，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，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。美国位于北美洲，国土总面积937万平方公里，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相邻，三面临海，东临大西洋，西临太平洋，南临墨西哥湾。沿海有诸多优质的海港，海上航运发达，并且美国本土平原面积广阔，便于耕种，是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。此外，美国的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，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等的储量和产量都居世界前列。并且随着对夏威夷群岛、关岛、维尔京群岛等一系列战略要地的布局，让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。美国虽然远离欧亚大陆，但也给它带来了极大的好处。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2场战争都没有波及到美国，反而英德日等老牌强国互相伤害，打的是遍体鳞伤，美国却通过卖粮食卖武器赚得盆满钵满。所以2战之后，美国一跃成为了世界第1强国，这跟美国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。再看看俄罗斯，俄罗斯是世界陆地领土最大的国家，位于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，其欧洲领土的大部分是东欧平原，北临北冰洋，东濒太平洋，西北临波罗的海芬兰湾，总面积高达1709.92万平方公里。不得不说，国土面积决定了该国的自然资源储量。俄罗斯是世界上石油出口量最大的国家，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12%。另外，俄罗斯境内天然气储量也异常丰富。作为世界上天然气储量最多的国家，俄罗斯境内可用于开采的储量高达47.57万亿立方米，相当于世界天然气总储量的27.5%。在煤炭方面，俄罗斯同样拥有巨大的储量。据统计，俄罗斯目前以探明的煤炭可开采储量占世界煤炭总可开采量的17.3%，约为1570.1亿吨。这个数量
仅次于世界第一的美国在世界上排名第2位。然而领土虽大，但基本上处于高纬度的寒冷地带，冬季太过漫长，到处都是冻土，不适合发展工农业。其次，俄罗斯缺乏良港，数万公里长的海岸线基本处于天寒地冻的北冰洋和西北太平洋沿岸，仅只有3个港口可以投入使用。俄罗斯虽然海域面积广阔，但却是一个港口上的弱国，相较于美国而言，不管是地理位置上还是资源储备上，根本没有任何优势，很难成为下一个超级强国。照这样来看，在全球范围内，地理位置唯一能够和美国一较高下的，恐怕也只有我们中国了。我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，太平洋西岸，海陆位置非常不错，西部深入亚欧大陆内部，与许多国家接壤，使我国可以很轻松地与中亚、西亚、欧洲以及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。东部濒临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太平洋，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。我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海洋大国，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多千米，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。东海和南海沿岸形成了一系列优良的港口城市，如上海、舟山、厦门、深圳和香港等。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名的港口中，中国的港口就占了8个。也正是因为这些港口，让我国的工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，成为了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，号称世界的工厂。短短几十年的时间，我国迅速成为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，成为第2个超级强国指日可待。然而，除了最长的海岸线，我国还有长达3.4万公里的疆域线，从东北一直绵延到西南，环绕着多达14个邻国。其中以日本为首的美国盟友，为了配合美国对我国海上进行封锁和围堵，甘愿充当棋子，成为太平洋上岛链中的一环。不过，美国的霸权终归是阶段性的，第一强国也不可能是永久的。我国快速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，欧美国家实施的一系列封锁和打压行为，非但没有阻止我国的前进，反而加速了我国的崛起。